今天是要讲 Django Contrib， 那还是老梗，这个我已经可以用3次了，每周没换，反正就是你在哪都可以找到我，因为这个 ID 没有什么人在注册，所以基本上都看到这个 ID 就是我，对，然后就跟我拉菜就可以。我出没在 Twitter、Facebook、很久没上了。PTT 哦，PTT 啊，不敢讲。但我 PTT 永远都是隐身，然后你丢我水球我也不会回，然后 email 的话运气好我才会回。对，然后不要叫我 email， 因为我那个信箱已经爆了，所以你每次寄 email 说，然后我进去信箱我就会出不来，就开始伤心，所以不要寄给我，拜托。好，Django Contrib 就我前同事讲 Django Contrib， 所谓 Django Contrib 没有，这是他的感想啦。所谓 Django Contrib 就是一些其实不是 core 的东西，没有也没关系。然后他们不想把它放到 core 就随便丢到一个垃圾桶里面，仓库就叫 Django Contrib。那事实上它就是一堆 utility， 就是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可以装可以不装，这就是 Contrib 的最大的重点。那再来就是你如果虽然说可装可不装，可是它有一些东西是很常都会用到，所以你可以不用再做一次。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它的，那或者是如果你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做一次的话，你至少可以看一下它怎么做，你就学它就好了。对，然后你觉得它哪里做不烂，就把它改掉。对，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那另外Djangobook 没有提到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 Contrib 里面东西可能会随时都会换，就是这是重点，这是我自己整理的。这是自从1.3以来 Django Contrib 的变化。第一个 Django Contrib Aus， 大家都应该我不知道啊 ，Django Contrib Aus 应该全世界用 Django 的9.9.9都在用吧。但这个东西其实在1.5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它把 marble 变成可以抽换，然后把 profile 拿掉。所以 get profile 应该是 deprecated， 那1.6好像快发了吧？开始发了。对，好，不管，反正它1.6就会消失了，所以这很可怕，大家不要乱吃。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Form 2 1.4的时候，它用 CPP 就是 Class Based View 全部重写过，但是就是 interface 没什么差，但是它还是有一点小小变化。那 Static Files 那个 Djangobook 之前大家都有用过那个 Static Files 嘛，就是大家都会写什么double static UI double 没有，它现在有一个 static 的 template tag 新加的，然后可以用，这样很方便的。然后比较重要就是 Djangobook 里面还有下面2个，一个是 local flavor， 一个是 markup， 这2个都 deprecated 的，然后马上就要消失了。对，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用。我今天就是它里面有简单介绍这个，我直接跳过。对，因为它们要消失的，所以不用它。我就偷偷讲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你知道，我之前就在那个偷改那个，就是偷的假装做一个那个 logout， 那叫什么 logout 的 flow， 那个 markup 这个 package 里面其实有一些就是 markdown 跟那个 structure text 可以用的东西，但它们要消失的，因为好像就是移到别的地方，而且我想要做好用的东西要拿掉。Django Code Developer 说。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第一个那东西 bug 很多，然后issue一堆没人要接。第二个就是他们觉得反正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有跟没有一样，就是不是怎么讲，就是它不是一个 web server 该有的东西。就像那个 django.contrib 就有类似的功能，所以就用 django.contrib 就好。那这 markup 只是把那个东西写成一个 template tag 而已。对，所以其实就是他们觉得就自己拿掉算了。local flavor 我就不知道，那不是我就没有研究了。好，那Django Contrib 的东西大概分3种，第一种是 side building tools， 就是比如像 author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对，然后 sessions 然后上次讲过，然后像 cache 之前讲过，然后另外一个 utility 就是，例如说一些就是让你不要重复照文字的东西，另外一种就是 like magic， 就一个一个来讲。那这个是之前讲过，第一个 admin 第6章讲过，
那 admin 事实上是建立在 auth 跟 sessions 上面的，所以那个虽然它是倒过来讲，就是因为你一定要登录才可以有 admin， 因为它其实是就是先有它才有它，但是他们其实是就是类似的东西。所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一次吧，就是 sitemap 啊，是就是那个 ISS 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对，就是那个也是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东西，把它写进来去实作而已。那基本上比较大家都重复做的，然后 auth sessions 那些是比较底层，但是没有会怎样。对，你完全是可以建立一个就是 static， 用 Django 建立一个 static site， 然后完全没有 user 这种东西，没有规则就不行，所以这也是在 Contrib 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跳到一个我忘了开头，虽然没差，这个很简单就好。CSRF 最近很夯嘛，因为有一个新的server logo。CSRF 这个叫 cross-site request， 就是跨站台的 request 的伪造。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说大家都知道HTML 里面有一个 tag 叫 iframe， 这东西是最常被滥用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比如说Djangobook 里面举的例子是，如果说你有一个 site 的 logout 是用 get 去做的，就是你只要 get 那个网页，它就会把你现在的 session logout。那如果说有另外一个网页，就是你其实没有 logout， 你是要那个网站记住你不要登出，可是有另外一个网站，它偷偷的在它的页面里面加了一个 iframe， 然后把你 logout 那个 URL 填在那个 iframe 里面，你只要 visit 那个另外一个网站 URL， 你就会被登出，因为那个 iframe 始终会被读进来。对，那这个东西是你不想要，那当然 logout 是无伤大雅的问题啊。对，但是事实上就是它借由这个方法，它是可以做一些有伤大雅的东西。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东西，第一个你一定如果说会牵扯到改变 state 的东西，你就要用 post， 或者是其实不要用 post， 就是用一些不是 get 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在 iframe 里面就不会有作用，因为你要真的要 post 那个好网址。那但是 post 还是可以伪造，大家都会写 JavaScript， 大家都会写 jQuery 嘛，就是 post 就好了嘛。你只要知道那个风管在抓什么，你知道那个参数，你只要 post 就挂了。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在使用者访问那个被 post， 在使用者进行 post 之前，你在那个表单里面加上一个只有那个当下那个 session 才可以用的 token， 然后说如果说你等一下要 post 的话，请还给我那个字串。对，它事实上是一个字串。那如果说它这个 post 回来的时候，你再检查那个字串到底对不对？如果对的话，那就应该是我刚刚给你的那个 form。那如果说它回来一个错的东西，或者它根本没回，就知道这个你的 form 可能有问题，就可能是哪里不知道哪里。对，那事实上这东西在之前有写 form 讲 form 的那一章的时候，大家就是有讲说，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排那个 form 的 layout 的话，在那个 template 里面排 layout 的话，你一定要在 form 里面加一个 template tag 叫 CSRF 底线 token。那事实上那个 template tag 就是会产生一个隐藏的 input field， 然后里面包含这个字串。然后当你把那个你产生出来的 form post 回去的时候，Django就可以用那个隐藏的 field 来判断你的 CSRF token。OK， 那 Django CSRF。Django.contrib CSRF 就是实作前刚上一页讲那个 CSRF contention 的其中一个方法。那其实这上面讲过。那重点就是你在 settings 里面一定要放一个 middleware 是 CSRF middleware 下一章会讲，也就是下一次。所以就是如果说刚刚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cache middleware 从下面往上执行的人，请下一周不要来。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它会经过一个 CSRF middleware， 然后它那个 CSRF middleware 它会直接帮你判断那个 form 里面的 token 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它就直接帮你拦截下来，后面就不过了，它就直接帮你砍下来，然后回一个 CSRF 在那边。我忘记它回什么了，反正就是403，然后它就不能出去这样。那但是这个东西有限制，第一个就是 AJAX， 如果说你要自己
如果说你是用 Django Form 的话，当然你可以用那个 CSS token temp。可是如果你不是要用那个 form， 如果你是要自己 AJAX post 的一个post 一个 form 怎么办？那Django 官方文件上面有讲怎么办，自己去看。然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的话，我告诉你，就是你那个 Django 官方网站，你那边找 CSS protection， 那会看到一个网页，然后你拉到最下面有一串 JavaScript code。为什么在 Python 的网站上面会有 JavaScript code？ 你就知道那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对，请把那段抠下来，对，然后 post， 然后贴到你的那个网站的 JS 档案里面，然后引用这个，好，大概是这样。然后如果说除非你真的是要做 cross site 的 post 的话，不然请不要随便在你的 view 上面放 CSS present， 对，因为那就很危险。除非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什么。例如说，有一个 case 是要放这个，是那个金流。金流有一种状况是你要 post 一个 request 到那个金流 provider 的网址，然后等它处理完之后，它会回 post 一个 request 到你指定的 URL。那你那个回 post 的东西是从它的 server post 过来，所以那个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只好把这个东西加上去。那毕竟他们是做金流嘛，所以理论上他们会自己加一些 protection， 对，他们会自己加一些那个认证码，所以虽然 Django 不处理，但你不用担心。虽然说是这样说啊，但是国内很多都很好，没事。请大家多用 PayPal 跟 Amazon Payment， 什么红啊，什么绿的，什么蓝的，就知道就知道在说什么。那第二个是 Django.contrib site，Django.contrib site 最大的用处就是，例如说那个 Django.contrib 是那个一家新闻公司出来，那他们那个新闻公司做了2个网站，那这2个网站他们有时候会要共用一些文章，但是他们不想说，就是你还要叫那个编辑，就是同一篇文章在2个网站的后台都各破一次，然后他们就会说干鸟会干嘛？为什么你们不写好一点？大概就会这么做的。那这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有2个站台要共用一个 database 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在那个 database 里面分辨说我哪些东西是哪个站的？那基本上就是你在那个 setting 档里面加一个 site ID， 那个预设 site ID 就是预设在那个 setting 点开面 site ID 等于1这样，那就把它改掉，对。然后你看你要改什么？那事实上在 SyncDB 的时候，如果说你有引用那个 Django.contrib 的 site 预设是会有在 install app 里面，那它就会帮你产生一个叫 site 的 model 在 database 里面。那你只要再 update 一个 current， 那就是你现在在哪个 site。但要注意哦，这是2个不一样的站，所以你是要有2个不一样的 Django 的 instance 在跑。同一个 instance 没有办法分辨你现在是在哪个 site。有人有写一些第三方 app 来做这件事，不过这个不是这样用的。你要2个 settings 打开，然后不一样的 Django 站，然后不一样的 model 的 class， 但是用同一个 database， 才是用这个，对。好，那另外一种是就是做一些自己的 content， 就像上一次讲的那个 generate， 就是产生那个 RSS 啊，或者是 sitemap 之类的东西。那这里就有另外2个，一个是 Django.contrib.flat pages， 它的用途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可能会做一个站嘛，然后站内就会有使用者条约，然后会有关于我们，然后，好，反正就是例如这2个啊。那这2个东西是谁？任何时间、任何人来看都是一样的东西。那你要怎么做？最简单的、最无脑的方法就是你为它写一个 template， 然后为它写一个 view， 然后为它写一个 URL， 然后把它传出去，好搞定。然后当你就有一堆，对，像 Facebook， 它好像就是一大堆那个使用者条约，完全都没有人在看，然后它变的就自己变的。我妈上次来问我说，那 Facebook 寄给我一封 email， 然后它 email 里面就写说我们的使用者条约改变了，请你去 review， 我现在要怎么办？我说然后它变了，你就不能怎么办？对，这样好不太好，但是 Facebook 大家都在用，所以也没办法。对，好不管啊，反正就是，如果说你有很多这种静态的page，那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你可能会写一大堆 view， 然后就是一大堆空的 view， 只是 render template， 这样也不是办法。
那你直接就是跳过 Django， 直接在那个 Apache 里面设的那些 static page 也不是办法，因为这样不断要同时每天2个东西。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那个存在 database 里面。那 Flat Pages 就是用这个方法，把你所有的静态页面的内容存在 database 里面，然后帮你做一个 generic 的 view， 然后你只要告诉他你现在是要存哪一页，他就会帮你把正确的资料拉出来，然后render出来。基本上做这个东西。那你 directs 就是差不多，只是它不是存内容，它是就是帮你产生一个 redirect 的页面，redirect response。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要帮站，就例如说你要把这个网址搬到另外一个网址，那这个网址要搬到另外一个网址，那你要一次全部改完再上去吗？其实不用，你可以先改一遍，然后把旧的那个用你的 X 换掉，那Django会帮你处理就是那个网址搬家的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你全部搬完了，你再把旧的 redirect 删掉就好。那这样可以保证你的站至少不会莫名其妙死一堆。然后另外一个是 Index， 那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它基本上就是在那个 admin 的那个网站里面增加一个 documentation 的功能，让那个后台使用的那些人不一定是程式设计师，他们可能都他们在干嘛？那你可以教他说怎么上内容，怎么改内容，怎么把文章删掉之类的。好，那还有一些其他，例如说，form tools 是把 Django form 变成 form wizard 这种，它是用这个名字。那 wizard 这东西就是，例如说你在Windows， 例如说 Windows 安装程式的时候，就会给个安装档，然后就打开，然后就下一步，这很多页嘛。那 form tools 就是帮你做这件事情，它把一个 form 拆成很多页给你用。一个 form 变成很多 form， 然后它会把你第一页 submit 到第2页的东西用一个 session， 就是存在 session 的资料里面，这样子你在最后一个submit的时候，它再把你全部 session 里面的资料组合成一个 Django form 还给你，所以就你自己Python在写code看起来，你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 Django form。那这个 Django form 在被 render 的时候被切割，然后被 post 的时候是分批 post 的这件事情，你可以交由它处理。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些，例如说购物车结账，你可能要填信用卡号，然后要填住址什么，然后你要 handle 什么上一步啊、取消这些东西，其实你只要做一个很大的 form， 然后用 form tools 把它切开来，剩下的 Django 都会帮你做好。OK， 那 django.contrib.js 就是你直接 Google 去用 Django 就好了，它就是帮你处理一些地理资讯，就是例如说你要算那个，例如说你在地球上面2点，那你知道这2点经纬度，你要算它们的距离，怎么算？Google 就有那个要求 ，ampersand 公式就可以算出来，但那很难算，交给他，就帮你算好，全部都有。那Django.contrib 本来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 template library， 就是它会帮你把1换成1，2换成2， 33换成33这样。对，那这个英文的，中文没有。对，如果有人想要写的话，自己去 contrib， 这是 contrib 嘛，所以大家自己教。那 Django.contrib web design 就是帮你，就是说你做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是比如说 CMS 然后可是它没有内容，那没有内容，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写 CSS， 可是没有内容，你要怎么写 CSS？ 你就看不到东西了。那 Django.contrib web design 就是帮你做当面调整的东西，就是它会让你，比如说那个 border action，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你可以它跟你讲一些当你的 paragraph， 对，或者当你的 title 之类的。好，以上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接下来就是 Djangobook 没有讲的东西。对，那个如果说你是用动态语言然后转 Django 的话，或者是说你就写 C 然后转 Django， 那Django 有没有办法做继承？有吗？那 Django 的继承还有没有办法？那个 relation 是用，就是有一个 generic relation，
就例如说我有一个 A， 然后 B subclass A， 那然后 C 是 subclass A， 然后我另外一个 D， 那我想要建立一个 relation， 那这个 relation 可能是到 B 而不是到 C。那如果说在一般的 object oriented， 我们就会说这个 relation 其实是到 A， 然后我们再把它 cast 到 B 或 C 就好了。那Django 当然如果说它是 Python object 的话就可以嘛，因为 Python 本身就可以办到这件事情。但如果是 Django model 的，如果说你现在开始想这个问题的话，你会想到两种方法。第一个最直觉就是继承嘛。那继承 Django model 继承有两种，一种是 abstract 的继承，一种是 concrete 的继承。abstract 继承就是那个 class meta 里面加一个 abstract 等于 true。那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 Django 的 foreign key 或者是 one-to-one field 的都一样。Django relation 一定要是到 concrete， 就是它是一个真正有 database table 的 model 才可以。所以第一个方法不行。第二个方法是它可以用中文叫做 multi-table inheritance， 就是它可以继承一个真的有 table 的 model。那它的做法其实是那个，比如说刚刚那个 A、B、C 事实上它会有3个 table， 一个是 A 的 table， 一个是 B 的 table。那 B 的 table 就是包含 B 的 attribute 扣掉 A 的 attribute， 就是在 B 但不在 A 里面的东西，然后在 C 不在 A 里面的东西。当然会有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它有2个 table 嘛，所以说如果说你又要用到那个子类别的 attribute， 又要用到父类别 attribute， 就要多一个 database fetch。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其实就是，怎么讲？好，反正问题一大堆啦，很难搞。我只是想要一个，就是指到任何东西的指标，有那么困难吗？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就是用第一个对 Python 而言是没差嘛 ，Python 根本就不会理你，就是你那个 class 到底怎样，不像 C++ 一样，可能涂一来有没错，你只要有那 attribute 它就会过的 ，Python 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没差。对 Python 而言，那对 Django 而言有差吗？如果说大家有去真的看过 Django 产生的那个 foreign key。在 database 里面长什么样子？其实那就只是一个 ID 而已，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所以对 Django 其实也没差。那所以就出现了这个 Django.contrib content types。那content types 里面有2大东西，一个叫 generic foreign key， 一个叫 generic relation。那它其实还有一些有名的，就是 form 跟 function， 还有一些你会用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 generic foreign key 基本上就是解决刚刚那个问题。它可以建立一个指到任何东西的 foreign key， 只要那个东西是Django model就可以了。generic relation 这样讲，好，可是它是怎么办到的？content type 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 model 叫做 content type。那如果说你在你的那个 install apps 里面包含 Django.contrib content type 的话，你在 syncdb 的时候，你会多一个 table 叫做 content type。content type， 那这个 table 里面事实上存了你所有你在这个 Django setup 里面的所有的 model 的名字都在里面。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lookup table， 就是它可以动态的知道说你哪一个 model 是存在哪一个 table， 然后依照这个名字去找它。OK， 它事实上是用一个叫做 Django signal 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没有讲过，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有兴趣的话，就是它可以在你 syncdb 结束了之后，知道你到底 syncdb 的哪些 model， 然后它会把它存在那个 content type 的那个 table 里面。那当你要建立一个可以指向任何东西的 foreign key 的时候，就不是用 foreign key， 是用 generic foreign key， 这个是 content type 里面提供的东西。那这东西，会存放一个那个 ID， 就是那个 Django 在做 foreign key 的时候的那个 ID。那个 ID 通常就是 positive integer field 的。如果你是用自动产生的 ID 的话，如果不是的话，
就看使用什么就用什么。那这个还是要一个例子，例如说，我有一个网站，然后还有它可能很多，例如说有 blog post、news post 就是新闻的文章，或是有使用者自己 post 的文章之类的。那所有东西里面都可以夹在档案。那夹在档案的 model 就叫 attachment。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档案事实上是什么东西。那但是这个 attachment 这个 model， 它可以是属于任何的文章。那我要怎么去使？任何一种文章，所以我就可以用那个 generate foreign key 来使用。那 generate foreign key 在这里，那它的存在需要有2个 field 来帮它，一个是叫名字没差的，一个是 content type， 它是一个指向那个刚说那个 content type 的 model 的 foreign key。那另外一个是 object ID， 就是你真正要指向哪一个 object， 那个 object 在 table 里面的 ID。对，这2个是你要用 generate foreign key 之前要先加上，然后有了它之后，你才可以做 generate foreign key， 然后你在 generate foreign key 的时候把上面那2个 field 的名字传进去，名字不是 field 本身。那事实上content type 跟 object ID 是预设的，预设名字你就可以用这2个，你可以换，那你只要把这2个名字换掉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用 content type 跟 object ID 这2个名字的话，你可以把它省略。那如果说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例如说，我要第一个是我要 filter 一个 blog post 的最新一篇 blog 的文章的 attachment， 那就可以用这上面3行那个 request 来做。你只要把那个 blog post 的 object 传进去 ，comment object 就可以了。那例如说，下面这个例子是，如果说我跟另外一个人传的讯息的其中一封有一个附件，那我要怎么把它拿出来？那就用下面这个方法，你只要把那个讯息找出来，然后把它传进那个 content object， 然后你也可以改那个 content object， 你可以存，都跟 ORM 是一样的，一般的 ORM 是一样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办不到的，就是要注意的是那个 content type。这个 generate foreign key 事实上它本身并不是一个 Django field， 所以它其实你现在就是 content object 现在指向的东西，并不真的是一个 database field， 它只是在那个 field 里面做一些手脚，让你觉得好像是 database field， 但是它其实不是。那因为它不是，所以你不能把它丢到 ORM 的 filter 或是 get 或是 exclude 之类的里面，这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那个东西是要真的有那个 field 才可以做。那它也不能 aggregate， 就你不能 count 什么，你也不能 max， 也不能 min。有些 annotation 可以，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它没有办法自动的帮你 reverse。例如说，第一个例子我们是去 attachment 那个 table， 然后把blog post 的 object 丢进去。但是如果是一般的 Django ORM 的 field 的话，我可以直接 blog post 的 object 打 latest， 然后 ID， 然后点 attachments， 其实我就可以拿到那个 blog post 的点 attachments 点 objects，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那个我要的 attachment。因为 Django 有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 foreign key 的时候，它有一个 field 叫 relation name， 它可以自动帮你做 reverse relation， 但是 generate foreign key 没有办法。那你要办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在你的目标，就例如说刚刚那个例子 blog post 里面，你要在 blog post 里面自己加一个 attachments， 然后把 generate relation 丢进来。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改写成，就是说 generate 这里，才可以把 blog post 直接拿 attachments。那这2个实际上是我想收到一个 object， 这2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没有做上面这件事情的话，下面这个就不能用。但是这个东西也很方便，因为它可以在 template 里面用。所以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就要自己加。OK， 那这东西有什么用？那前面已经讲一个用法，那另外一个用法就是 comments。那Django.contrib 里面事实上就有一个 comment 的 app 叫 django.contrib。那这东西就是你可以在任何的东西、任何的页面下面加 comment， 加 comment field， 然后可以让任何使用者留言，因为它就是用 content type 来做，所以它可以对任何的东西做 relation。OK， 那还有另外就是有些页面会有，就是说你觉得这个页面有没有帮助你，然后它可以打星号。那 Django 有一个类似的 app 叫 Django。OK， 就是你可以为页面评分，然后它有帮你传来资料库里面，然后它也可以支援，就是比如说使用者评分过，那他下一次在评分的时候就要改他之前那个评分，不是都是一个新的。OK， 那还有比如说 tagging， 就是那个比如说 block 会可以 tag 这篇文章。那如果说你不是只有 blog post 也可以 tag， 你所有的页面都可以 tag 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做。那还有一个，比如说 Facebook like。像 Facebook， 如果说 Facebook 是用 Django 写的，那很显然它不是。对，如果 Facebook 是用 Django 写的，你可能会这样：图片是一个 model， 分享是一个 model， 直接留言是一个 model，check in 是一个 model。那可能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 like， 那要怎么办？那你 like 可能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来做。OK， 那这是前面那个的，就是在哪里放一次的。Django.contrib 就是 utilities， 所以它是一些有用的东西。如果说你有一些东西想要用，那希望你就可以回忆起今天刚刚或许有讲到，你们上次好像有讲到，好像可以用，你就不用再写一个，你也可以不用在那边鼓半天，可以自己用。OK， 那这些东西没有一定要用。如果说你不想用，你也没有规定说你的 site 一定要 admin 啊，你不要每次在那边加 admin， 加一个 admin 就是多一个密码被破解的风险。我是说真的。忘记是谁好像讲过，就是预设的 Django 是在什么写前 admin， 所以当你进到一个 site， 你怀疑它是 Django 写的，你就直接在它的 site 里面后面打 admin， 然后开始猜密码就好了。对，所以这东西真的不是一定要有，所以这些东西是 optional。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用的话，你可以不用重做一遍，它只是这样，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变，所以不要一厢情愿的把你的东西，就是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例如说你要做一个 CMS， 请不要用 Django admin 当你的 template， 然后开始改admin， 把它变成你的 CMS， 是这样用的，好吗？因为这东西可能会改，请不要把你的饭碗压在上面。那这是我的简介啦，上面都是上面讲的。那Django.contrib 有很多这些东西，那其实他们就是一些 hack， 不过是好的方面的 hack。那事实上，如果说你去研究 Django.contrib 里面很多功能的话，你可以开始了解说 Django 到底内部的东西怎么做的。因为 Django.contrib 虽然说他们是 contrib， 但其实他们很多人其实那都是 code developer 在 contrib。这样才可以进 Django.contrib， 而不是随便在 GitHub 上面第三方面。那所以说你可以了解到说什么就是这东西其实可以这样用 ，Django 不会随便改这个东西。就是虽然它是 internal 的东西，但你可以学他们来玩它。对。有问题吗？就是我今天才第一次知道那个 content type 是干嘛的。那我想问，那我以前都有在做那个资料库备份的时候，常常都说 content type 如果备份的话就会出问题。对。那我听你讲完，大家知道为什么，但是可以听你讲一次，说为什么备份的时候不能备份？备份是用那个，就是你dump 这一种。对 ，dump 的。对，那个就是如果说你dump 这一种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 site， 然后你两个 site 是用不一样的 database， 然后你想要team 发生的问题是，就是你有时候 dump 一个 DB， 然后你把那个 DB 的 JSON
汇入到另外一个 DB 的时候，它会说 content type 有重复，然后它会不断汇入。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个叫什么 ？Two Schools of Django 也有讲到这个问题。他们说，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开发的时候不要用 SQLite。你真的 deploy 要用什么你就用什么，你就用什么来开发，然后你就直接用那个来 dump， 然后直接上去就好了，不要经过 Django。对，那这个问题发生就是因为你content type 会记录你所有的 model， 可是它其实没有记顺序，所以它把你所有 model 丢到那个 content type 的那个 table 的时候，什么顺序都有可能，所以两个 database 可能就是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其他所有 table 也都一样，但是 content type 的 ID 会不一样，对，它那个 model ID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进去的时候它就会炸裂，因为它会重复的。但是 Django， 因为它是那个 model ID 嘛，所以它是不能重复的，所以它就炸裂。对，我在这边的话，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嘛，然后可能就是 dump 的时候就不 dump content type 这个 A， 那不 dump 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如果用到了是不是就不行？其实也不会怎样，因为你就是就是你在如果说你不 dump， 然后你上去的时候，那你在那个新的那个 database 就要再 sync DB， 就是单独把那个 content type sync DB 出来就可以了。对，反正它只要有个 ID 就可以了。它跟你另外一个 database 的 content type 不一样，其实没差。因为它是它是到一个它是一个 foreign key 到 content type， 所以你在比如说 database A 里面，你可能model A 是model A 是1，然后 model B 是2，那它在 database A 里面，你这里如果是 model A 的话，它就是1，然后 model B 是2，对啊，它自己会是一样的，所以没关系。对，其实我也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才去研究。我没有研究，所以先研究了。然后，所以其实我现在也是全力支持 Two Schools of Django 的看法，所以我在我自己的电脑上面装了个 Post SQL 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要用 SQLite， 真的有时候还是会爆炸。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就是要算那个 Hammer3， 就是那个 Django 会做的问题，就是我想要用那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这，我想要取在地球上离我最近的100个人，对，那这东西Django我也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它需要用一些那个 database 内建的，比如说 sin 啊、cosine 啊那些函数，所以它Django database 没办法做，要直接下入 SQL。可是 SQLite 不支援 sin， 也不支援 cosine， 也不支援什么平方啊、开根号它都没有，所以就是炸裂。对，那我就是炸裂很多次之后就，我把它加一个 MySQL server ID 的，所以这样还是比较好的，至少你可以确定就是两边的东西是一样，就这样。